那哪些人应该主动去做肺功能检测呢？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危人群呢？好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6分钟实验，其实是临床常用的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前后对比的肺功能的这个诊疗手段。但是呢，这个6分钟实验它受限于很多的一个原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肺功能差，它可能会导致你走得近，但是也有一些别的原因，也有可能导致你走得近，比如说这个心脏不好。那心脏不好的人，他肺功能就算是正常，也有可能走得近，或者说他肌肉什么小腿肌肉萎缩或者营养不良的人，他也有可能导致，所以说它影响的因素会很多。那如果说我们针对于这个肺功能这一块呢，就是有几类朋友要注意，他需要一些金标准的这个测试来去检查。第一个呢，就是长期吸烟的患者。那尤其是吸烟的指数，就是每天的一个吸烟的包数乘以一个这个吸烟的年数，要超过20包每年的。那这个第二呢，就是长期的职业暴露史，比如说接触粉尘、化学烟雾、污染空气或者是矿工等等。当然除了这些以后，我们在临床上发现还有那些在农村做饭的一些老年人这个就是没有抽烟机，或这种情况下他用的灶台做饭的，他也是长期吸入这种油烟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慢性的呼吸道症状了，比如说有长期的咳嗽咳痰、喘憋胸闷的。第四呢，就是有过哮喘或者是过敏的家族史的一个中老年人。对于这些人呢，我们不能再等这个动不了了，或者是刚才这6分钟实验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喘憋的症状了，再去检查，要提前去做这个肺功能的测试。您提到的这个金标准哈，并且指出来这个专业的检查叫做肺功能检查。其实听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有一点担心，它这个检查的过程是怎么样，会不会很复杂，甚至会不会很痛苦？那这不会的，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肺功能检查就像吹气球，它就是根据医生指令让你吹气和吸气。在这过程中呢，医生可能会让你用力的吸气，然后让你吸，然后呢，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他会看着那个显示器上面这个图标，然后使劲的让您去吹。这个吹的力气可能比吸的力气运用还要大。这个到时候如果说您检测的时候，吹的时候一定要用最大的力气去吹。它是用于评估这个气道有没有阻塞的程度以及肺的容量的大小。那对于哮喘的患者呢，还会做这个支气管哮喘的激发实验或者是舒张实验。这个现在这个激发实验做的比较少啊，因为有一定风险，它要诱发你的哮喘。做的舒张实验比较多。然后呢，这些都是用于诊断哮喘或者是慢阻肺的一个关键的证据。这听到吹气球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放心了。听起来这个检查其实是不复杂的，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是会想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可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更熟悉的，比如说我拍个片子或者说我做一个 CT 那这些是不是能够更好的看到我们的肺功能的状态？它和肺功能检查之间存不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比如说我做了这个就不用做那个了。明白。明白。这个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胸片和肺功能只能看到一个肺的一个静态的结构。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可能是一个篮球、一个足球，或者是一个气球。那看起来呢，这三样东西都是一个圆形的球。那圆形的球呢，如果说你往里面去吹气，你吹一个气球的话，你用嘴就可以把它吹起来。那你用足球的话，就可能得用这个打气筒，然后用上气针，用使劲给它打起来。那如果说是一个篮球，它会更硬。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要更大的力气往里吹气。但是从 CT 影像或者是胸片影像上看，它可能都是一个球，但是它们的皮球的软硬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于慢阻肺的患者，它的这个球就像篮球一样，它的皮是硬的。就是你往里打有很大的力气才能打进这个气儿，所以说慢阻肺患者所以会喘嘛。然后是正常的肺，就是应该是气球，它是软的，它弹性就会很大。这个就是通过胸片和 CT 是无法看到的。好，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日常更熟悉的那些检查，其实它是看一个结构性的看它的这个外形的，但是我们做这个肺功能检测，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检测那两者结合起来，是不是可能才能够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结果？那另外呢，如果一个人他通过了检查，确实被确诊为了慢阻肺或者是哮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可能接下来面临的就是一个很漫长的治疗期？那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呢，其实都有一个心态就是我难受了我就吃药
不难受我就放过它，我就不吃了哈。那对于这个慢阻肺和哮喘这种想法，您帮我们评估一下，它是不是很危险？是的，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其实，慢阻肺这个病情的进展，是治疗失败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急性加重的一个反复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发作。就是如果说在这5年期间，同样的一个慢阻肺患者，起点是一样的，如果这5年期间加重的次数越多，那最后呢，这个患者的一个结局就会越差。就是并不是说慢阻肺它是比如说你生病了加重了，然后你吃药治好了，这个病情就恢复了，而是说你一旦加重了，那你就是一种不可逆的恢复。无论说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吃消炎药感觉好了，感觉恢复到之前状态，其实你每次都在下一个很大的台阶儿。如果说你每次下台阶越来越多的话，你的结局就会非常的差。这个就是治疗失败的原因。慢阻肺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要求的是你尽量少的去急性加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医生让你去长期的吸入这个药物，或者是长期的口服一些药物，一定要规律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吸，那这个它才能减少它的急性加重次数，最后保证你的肺功能的一个存留。明白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这类的疾病的过程当中，不能仅仅是停留在关注症状上觉得不舒服用药是能够坚持的。当您觉得这个状态平稳的时候，其实仍然处于治疗期当中仍然要保持和医生的这种沟通，要持续的用药。